6年前，1.2万名官兵参与的朱日和沙场点兵究竟有多霸气？全程实战化立体编组让世界为之震撼。大家好，我是启明，本期话题朱日和阅兵。不提正部参加阅兵的解放军，原来更加令人胆寒。2017年7月30号，为纪念我军建军90周年，解放军1.2万名官兵集结在内蒙古朱日和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，参加了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沙场大阅兵。而朱日和原本只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个镇的名称，蒙语原意是心脏的意思。自从解放军在这里设置了现代化的合同战术训练基地，这一片曾承担我军装甲部队训练，后来又成为我军合成化战术对抗基地的高原，在重要性上也因此变得名副其实。这里的地势不仅有山地丘陵沟壑纵横，而且在自然环境上是荒漠与草原交汇，不仅可以模拟演习各种战术战法，而且天然适合排兵布阵和大规模装甲集群的调动。最重要的是，有声漫天的黄沙和戈壁大漠的荒凉，更能够形成极强的实战代入感。而此次沙场阅兵不仅安排在朱日和，并且摒弃以往阅兵惯用的礼乐形式，不安排军乐团和合唱团，所有声音和音乐全部使用音响播放，就连最典型的踢正步方队也取消了。行进展示的只有一个护旗方队和一个纪念标志梯队，以及其余9个按照作战集群编组的武器方阵。所有人员方队虽然固定立于侧面接受解约，但是令人瞩目的是，全部采用跑步入场的方式进入预定位置，看起来没有正步那么整齐，但是上万人一起调动扬起的沙尘，结合背景当中停驻的99A 式主战坦克装甲集群和各型装甲车、火箭炮以及东风31AG 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竖起的发射架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力量的震撼。同时再配合陆海空3军的航空兵，出动包括歼20战斗机、直使武装直升机等上百架空中装备，形成总共600多台装备的实战化立体编组。如果直接拉上战场，恐怕全球90%以上的国家都不是其对手。朱日和沙场阅兵究竟有多贴近实战氛围？为何一定要选择在朱日和这个地方？如果只是为了办一场不同寻常的沙场阅兵，那么在我国任何一处戈壁大漠都能找到列兵秣马尘土飞扬的感觉。但是既然已经确定不是要举办一场仪式性的阅兵，那么这背后的深意就大有文章。其实这更多的是在向外界传达，展示我军强悍的合成化作战能力。特别是此次阅兵是紧接着军改之后的一次实战化兵力集结展示，光是空地一体化的陆上、海上、空中防空反导和信息、特种综合保障、反恐维稳以及战略打击等9大作战群编组，就足以让全球众多国家大开眼界了。而这样的编组演训，除了这一次以实战化阅兵的方式展开，实际上几乎全年的每个时段都要在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里上演，所以将这样的沙场阅兵安排在朱日和简直再合适不过了。甚至在参与阅兵的部队中，还有一支常年驻训在这里的专业蓝军旅，它是全军所有机械化装甲部队的磨刀石。截止2015年9月，他曾创造过连续33场红蓝对抗演习，31胜2负的惊人战绩。当然，这不是因为蓝军旅装备有多强，实际上蓝军旅最开始装备的都是59式、69式坦克，后来换装了96A 坦克。相比我军王牌部队的99A 主战坦克，在性能上也还有差距，但是装备不够，开挂来凑。由于导演部不断给蓝军部队开挂，以至于朱日和蓝军拥有堪比曾经苏军的精锐装甲集群实力，和我军恐怖的火力支援，以及美国的空中支援和电子作战能力，甚至生化和核武攻击都被用上了。于是最终将前来参演的红军部队虐得体无完肤，甚至流传出踏平朱日和、活捉满广之的口号。在这样的环境下磨砺出的我军部队，再配合朱日和肃杀的沙场环境，怎么能不叫境外敌对势力为之胆寒？